今晚抬个头，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从小就默认了一件事，星空是这个世界上最稳的东西。你爷爷看过的那片天，和你今晚推开窗看到的那片天，应该长得一模一样。可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错觉。此时此刻，在北冕座里，一颗早就死掉的恒星正趴在邻居身上透气，肚子已经快撑爆了。此时此刻，一块比帝国大厦还高的石头，正沿着一条算得清清楚楚的路线，朝我们的通信卫星飞过来。此时此刻，猎户座肩膀上那颗红星，也许600年前就炸了，只是消息还在路上。最疯狂的是，这些事一件都不发生在什么遥远又抽象的未来，它们全排在你这一辈子里，排得满满当当。第一件甚至不用等几十年，也不用等几年，因为它可能就在今晚，就在今年，或者最迟明年年初。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里，你随手打开一张星图，会发现北冕座那道弯弯的小弧线上多了一颗以前没有的星，它不闪也不动，安安静静挂在那儿，亮度差不多能跟北极星平起平坐。而前一天晚上，同一个位置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你拿最好的双筒望远镜去扫，也扫不出来。看起来夜空只是多了一个小光点，但千万别被它骗了。那个位置藏着的是一场已经憋了80年的爆炸，它的正式名字叫北冕座 T 星 Tychonic Borealis， 天文学家私下里管它叫烈焰之星。那是一对贴得极近的双星，一颗是红巨星，老胖松垮，外层的气体几乎抓不住；另一颗是白矮星，一颗恒星死后剩下的那个核。白矮星就是那个坏邻居，他伸出引力的手，一个不停地从红巨星身上撕气体，绕一圈只要227天，撕了几十年都没停过。撕下来的氢一层层压在它表面，越压越厚，越压越烫。白矮星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具恒星的尸体，只有地球那么大，却装着比整个太阳还重的东西。舀一小勺出来，放到地面上能有好几吨。它现在的质量已经到了太阳的 1.37 倍，而理论上的极限是 1.44 倍，剩下的余量只够再堆一点点了。到某个临界点，表面那层氢会在几秒钟里一起点着，这不是一次燃烧，而是一次彻底失控的热核爆炸。从我们这边看，它只是亮了，亮度会在几个小时内翻上1000多倍，从望远镜里才勉强看得见的暗点，一步跳到肉眼可见，然后维持几天到1个星期。可在现场，那是一堵几百万度的等离子体墙，正往四面八方撞出去。最令人着迷的部分在于，这一切其实早就结束了。它离我们大约3000光年，光走了整整3000年才走到这里。3000年前是什么概念呢？那时候中原的人正在龟甲上刻字，他们刻字的那个下午，这颗星已经炸完了，只是通知一直在路上。别担心，这不是超新星，白矮星不会被炸碎，它只是把身上那层壳掀掉，抖抖灰，然后重新开始偷。1866年他来过一次，1946年又来过一次，大概再过80年他还会再来。然而真正能改人一辈子的天象不一定发生在夜里。2027年8月2日上午，如果你那天站在埃及的卢克索，站在那一排3000年没倒的石柱中间，你会先看到光在变，不是云飘过去那种暗，是整个世界的颜色被人抽走，影子变得刀刻一样锋利，地上的光斑全变成一个个小月牙，气温往下掉，风停了，鸟开始往回飞，然后太阳被咬掉最后一角，天上突然多出一个黑洞，边上镶着一圈惨白的光，听起来像一次普通的日全食，几分钟，挺有意思，拍2张照就散了。但这一次，宇宙把所有开关都拨到了同一边，太阳会消失6分23秒，这是整个21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陆地上能看到的最长的一次。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次？因为3件事凑齐了。那一天，月球正好走到轨道上离地球最近的那一段，在天上显得格外大。同一时间，地球正好在离太阳最远的位置附近，太阳看上去比平时小了一圈，而全时带又压在赤道附近，那里的地面正跟着自转拼命往东跑，等于在追着影子跑，硬生生把黑暗拖长了，一个变大，一个变小，还有一个在后面追，3个条件同时命中，几百年也难得凑一回。月球的本影会在地面上砸出一条黑带，宽度接近260公里，什么概念？差不多是从北京一路铺到天津，再折回来，再来一趟。这条黑带会从西班牙南部下海，扫过直布罗陀，登陆摩洛哥，横穿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正面压过卢克索和整片金字塔群，再擦过麦加上空，最后落进也门和索马里。更惊人的是它的速度，这道影子会以每小时2-3千公里在地表狂奔，你开一架波音客机去追它，追不上；开超音速的也追不上，你只能站在原地，
等它从你身上碾过去，再等它走开。当然，日全食看着邪门，其实是全宇宙最守规矩的事情之一。它有几条几百年前就写好的公式决定，天文学家能把每一秒算准，误差小到你可以现在就去订机票。问题在于，天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这么听话，有些东西的轨道要一直算到最后一刻才敢下结论。2028年6月26日那天夜里，你举起一副普通的双筒望远镜，对准天空，会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光点在慢慢挪，慢到你得盯上半分钟才敢确定它真的在动。它不亮不扎眼，混在背景星里几乎认不出来，看起来只是一颗最普通的暗星，但千万别被它骗了，那根本不是星，那是一块直径接近1公里的石头，编号2001W 和努，正在从月球轨道的内侧穿过去。它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大约24.8万公里，而月球在38.4万公里，也就是说它会从月亮和我们中间硬挤过去。1公里是什么概念？把它竖起来立在上海，比上海中心大厦还高1倍多。这种尺寸的东西要是真砸下来，不管砸在哪儿，那都不是一座城市的事，是一个半球的事。扬起的尘土会遮住阳光，气温会掉，庄稼会欠收，这些后果会拖上好几年。而它是我们已知的未来100年里体积最大的一次贴身飞掠。好消息是，它不会砸下来。这块石头1994年就被逮到了，之后被反复观测、反复修正。2028年那一趟已经算得死死的。它只是路过，而且科学家其实相当期待这次路过，因为这么大的家伙贴得这么近，等于天上送来一次免费实验。地面雷达可以把它整个扫描一遍，看清它的形状、自转、表面纹理，甚至判断它到底是一整块实心岩石，还是一堆碎石靠引力松松垮垮抱在一起的碎石堆。这个区别很要命，因为哪天真要去推开一颗小行星，你得先知道你推的是一块砖还是一袋沙。推砖能推走，推沙只会推出一个坑，石头照样往前飞。然而24.8万公里已经算是很客气了。1年之后，另一个访客会来得近得多，近到你根本不需要望远镜，抬头就能看见它爬过整片天空。2029年4月13日星期五那天傍晚，欧洲和非洲的人抬起头会看到一颗不该存在的星，它不是固定的，它在动，而且快到你用肉眼就能看出它在爬。1个多小时就能横穿大半个天空，亮度和北斗七星里那几颗差不多，没有尾巴，没有火光，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亮点，从一个星座滑进另一个星座，看起来像是一颗慢吞吞的人造卫星，但千万别被它骗了，那是一块直径300多米的岩石，名字叫阿波菲斯 Apophis， 这个名字来自古埃及神话，是那条每天晚上都想把太阳吞掉的巨蛇。它有多大？把它竖起来，跟纽约帝国大厦差不多高。它离地面只有大约3.2万公里，这个距离比月球近了差不多12倍。更夸张的是，地球同步轨道在3.58万公里上，也就是说，它会从我们的气象卫星和通信卫星的内侧穿过去。人类几十年来扔上天的那些家当，那天全都在它外面。2004年它刚被发现的时候，事情一度非常难看。初步计算说，它在2029年撞上地球的概率是2.7%，都灵指数被打到4级，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真撞上会怎样？释放的能量足以把一整片大陆上的文明抹平。幸运的是，随着观测数据一批批补进来，轨道被越算越准，撞击的可能性最后被完全排除了。它只是路过，可真正精彩的部分恰恰就在它路过的那几个小时里。地球是一头引力巨兽，当阿波菲斯钻进这个引力场，它朝着地球的那一面挨的拉扯会明显大过背面。这个差值有个名字，叫潮汐力。说白了，就是地球一边拽头一边拽尾，想把它扯成2半。它扯不开，但它内部会被拽松，表面的碎石会滑坡、塌陷、扬起尘土，甚至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小行星地震。它的自转会被改，它翻滚的姿态会被改，它今后几百年的轨道会在那一天被永久改写。而我们会架好雷达和探测器，在旁边全程录像。这是人类第一次能贴着脸看一颗小行星被地球捏一把。然而有这么大的体量，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气罩着，我们才有资格站在这儿看热闹。有些邻居没这个待遇，它就挂在我们头顶上，光秃秃的，连一口空气都没有。2032年12月22日，冬至刚过，那天你要是架起望远镜对着月亮，会看到什么呢？什么都看不到，月面还是那个月面，环形山还是那些环形山，安安静静。
跟昨天没有任何区别。可就在几年之前，这一天差点变成人类历史上被围观人数最多的一场爆炸。故事从2024年12月27日开始，智利山上一台叫 ATOS 的望远镜，全名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最后警报系统，在图像里逮到一个可疑的亮点，编号给了2024-4，直径53到67米，差不多一栋10层楼那么大。这个尺寸毁不掉文明，但足够把一整座城市从地图上抹掉。然后概率开始往上爬，1月底撞地球的概率超过1%，国际小行星预警网发出正式公告，2月7日2.3%，2月18日3.1%，都灵指数冲到3级，成了20年来最危险的一颗石头，全世界的望远镜都掉过头去看它。接着转折来了，更多数据进来，轨道的不确定范围开始收窄，而收窄的方向恰好在避开我们。2月24日撞击概率跌到0.004%，警报解除，地球出局了，月球却被推上了台。因为那个不确定的范围虽然离开了地球，却正好扫到了月亮。撞月的概率从1%爬到2%，再到3.8%。2025年6月，韦布空间望远镜给出新数据，概率升到4.3%。月球没有大气层，来的东西不会减速，也不会烧掉，几十万吨的石头会以元素直接砸在月面上，一刻都不浪费，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几百万吨 TNT， 是广岛那颗原子弹的几百倍。那一下，你在地球上用一副双筒望远镜就能看到闪光。说实话，我个人还有点小小的遗憾，因为2026年3月5日 NASA 更新了轨道，宣布撞月这条路也被彻底堵死了。它将从月面上方大约2.12万公里的地方擦过去。一场原本能让全人类在同一个晚上一起抬头的烟花，就被几行计算悄悄取消了，没有理由，没有补偿，连票都不给退。轨道力学就是这么不讲情面。不过它还会回来，这颗石头现在太暗，已经跟丢了，2028年才会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到那时候我们能看清它到底长什么样。然而等它再一次飞远，另一场黑暗已经在往我们家门口赶了，而这一次它会正面压在中国人的头顶上。2035年9月2日早上8点半左右，那天你不用出国，不用倒时差，也不用扛着设备往荒漠里钻，你只要站在北京城里，随便找一块能看见东南方天空的空地，上班路上、地铁口、写字楼下的花坛边都行。然后你会看到早高峰突然停住，天光在几分钟里一层一层退掉，像有人在慢慢拧按一盏灯，路灯会被光感应器骗醒，自己亮起来，树影底下的光斑全变成月牙，鸟会往回飞，蝉会突然晋升，气温掉好几度，然后太阳被完全咬掉，天上挂出一圈银白色的日冕，还有几缕粉红色的日耳贴在边上，听起来像一次普通的天文表演，但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是400年来的第一次。北京上一次被全时代正面盖住，还得往前翻好几个朝代。那天的全时代会横穿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北部、河北、北京和天津，一路扫到辽宁南部。北京正好压在中心线附近，全时时间大约1分20秒到2分钟，听起来短得可怜，确实短。可你要知道，日全食这件事，全球平均下来，同一个地点要等300多年才轮到一回。而这座城市里现在住着2000多万人，这2000多万人里的绝大多数，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在自己家楼下看见太阳消失。顺便说一句，我已经把那一天在日历上圈出来了，这中间其实还有一次，2034年3月20日，全时代会经过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但那边海拔高，路难走，全时又赶在快日落的时候，观测条件相当苛刻，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真正能到场能带上家里老人小孩的，就是2035年那个早上。有一件事一定要记住，全时之前和之后的那些阶段，太阳还很毒，普通墨镜完全挡不住，直视一眼就可能烧伤视网膜，你需要一副专业的日食观测眼镜，几十块钱的事，只有在完全被遮住的那1分多钟里，才能摘下来用肉眼看。然而天上还有一种消失，不需要任何东西挡在前面，有一样我们从小画到大的东西会自己不见。2038年秋天，你把望远镜对准土星，慢慢对好焦，然后愣在那儿，环没了，那个所有人从小学课本上就认识的戴着草帽的星球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黄色小球，旁边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看起来像是镜头脏了或者望远镜坏了，但千万别被它骗了，环还在，只是你正好从侧面看它。土星环有多宽？主体部分横跨大约28万公里，
中间塞得下20几个地球，再排排坐。可它有多厚呢？很多地方只有10几米，宽28万公里，厚10几米。这是什么比例？你把一张纸摊开，然后把这张纸放大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厚度还是原来那么薄。所以当地球恰好穿过土星环所在的那个平面，我们就等于把眼睛贴到了纸的边缘上，它会先细成一条线，然后彻底从望远镜里消失。这件事大约每14-15年发生一次，因为土星绕太阳一圈要将近30年，一整圈里我们会有2次跟它的环面撞在同一条直线上。上一次是2025年春天，下一次就轮到2038年。而第一个被这件事整懵的人是伽利略。1610年，他用自制望远镜看到土星两边各鼓出一个包，以为那是2颗贴着他的小星。1612年，他再去看，鼓包不见了。他在信里几乎是崩溃的语气问：难道土星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他到死都没弄明白那是什么东西。答案要等到40多年后，惠更斯才给出来。那是一圈环，而且不是一块整的，是无数块冰和石头各自绕着土星跑，从远处看才连成一片。你现在觉得这是常识，可当年他把一个天才折磨了一辈子。然而行星的把戏还不止这一种，有一颗行星不玩消失，它会直接冲到你脸上来。2050年8月，某个晚上，你走出楼门，抬头会看到东南方挂着一颗红色的星，亮得不像话。它比夜空里任何一颗恒星都亮，稳定不闪，红得像刚从炉子里夹出来的铁。它甚至能在地上投出淡淡的影子。你可能会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或者哪颗星炸了，但无需惊慌，那只是火星，它只是决定这一次靠近一点。平时火星离我们有多远？2颗行星各转各的，各走各的轨道，最远的时候能拉开到4亿公里，就算赶上普通的冲日，也还有7-8千万公里。可2050年8月那一次，火星刚好跑到自己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那一段，而地球恰恰插在太阳和它中间，3个天体连成一条线，距离一下子缩到5590万公里，从4亿缩到5590万，直接砍成1/7。5590万公里还远吗？光跑过去要3分钟，可在天文学的尺度里，这已经算是贴着脸了。上一次这么近是2003年，那是6万年来最近的一次，而2050年这一回几乎追平了它。最要紧的是，这个距离改变了你能看到什么。平时你用一台业余望远镜看火星，看到的是一个抖来抖去的小矩点，什么细节都分不出来。而那一晚，同样一台几千块的设备，能让你看清一个完整的圆面。你会看到白色的极光，那是干冰和水冰；你会看到那些暗色的斑块，那是被风刷掉浮尘之后露出来的岩石。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一场覆盖半个星球的沙尘暴，看着它在几天里慢慢铺开，把整个圆面糊成一片橘黄，不再是一个点，是一个世界，而且是我们大概率会在本世纪踩上去的那个世界。然而火星再怎么说也是老邻居，年年都在。有一位客人隔了76年才回来一次，而且人类曾经因为他第一次学会了预言。2061年7月，夏夜，你走到城外，避开路灯，抬头，天上会挂着一把刷子，一个模糊的亮头拖着一条长长的扇形散开的尾巴，横过大半个天空。你盯着看的时候它不动，可你隔一晚再来，它就换了位置。它有名字，哈雷彗星，而它并不只是一块脏兮兮的冰，它是人类第一次把预言从占卜手里抢过来的那份证据。18世纪以前，彗星是灾祸的同义词。它突然出现，形状怪异，赖着不走，几周之后又凭空消失。每来一次，欧洲就恐慌一轮。有人说那是上帝的鞭子，有人说那是战争和瘟疫的预告，国王会因此推迟出兵。直到埃德蒙·哈雷坐下来算了一笔账，他翻出1531年、1607年和1682年这3次彗星记录，发现他们的轨道参数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他做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判断，那不是3颗彗星，那是同一颗，来了3次。然后他把话说死了，预言他会在1758年年底再回来。哈雷1742年就去世了，没能等到。1758年圣诞节的夜里，一个德国农民兼业余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把它找了出来。那一刻，天空第一次亲口承认自己是守规矩的，它被太阳的引力牢牢拴着，大约每76年回来一趟。也正因为这个周期，它成了普通人一辈子有可能看到2次的那颗彗星。上一次是1986年，那次很惨，地球和哈雷分别待在太阳的2侧，隔了老远。无数人买了双筒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兴冲冲跑到郊外，最后只看到一个灰扑扑的小毛团，连尾巴都看不清。但2061年这一次，轨道会给我们补偿。
那时地球和它在太阳的同一侧，距离和角度都恰到好处。那条壮观的尾巴终于会好好的铺开给我们看。那条尾巴其实是它在沸腾。这颗彗星的核大约15公里长，8公里宽，是冰和尘土冻在一起的一块脏雪球。靠近太阳的时候，表面的冰不经过液态，直接变成气体喷出来。每回归一次就要甩掉几百万吨物质，然后它会再一次潜回深空。下一次回来是2134年，而那一次会比2061年还要壮观。然而天上还有一种相遇，比彗星回归稀罕得多，稀罕到上一次发生的时候，人类连照相机都还没发明出来。2065年11月22日清晨，太阳还没升起来，东方低空刚刚泛白，你把望远镜压得很低，几乎贴着地平线，会看到2个亮点正在合拢，一个是全天最亮的金星，另一个是木星。它们越靠越近，然后其中一个开始一点点被吃掉，看起来像是2颗星撞在了一起，但千万别被它骗了，它们之间隔着好几亿公里，根本挨不着。这只是一次完美的视线重合，金星会从木星前面压过去，把这颗气态巨行星整个盖住，这叫行星掩星。有多罕见？2颗行星在天上互相遮挡，这种事1000年里也就发生那么几次。上一次是1818年1月3日，那时候没有摄影术，没有自动追踪的天文台，只有几个人趴在目镜后面，用手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而下一次要等到2123年，所以2065年这一回是今天活着的人唯一的机会。可这里有个非常讨厌的细节，这场掩星发生的位置离太阳只有大约8度。8度是什么概念？你把手臂伸直，竖起大拇指，指甲盖差不多是1度多一点，也就是说这2颗星会紧紧挨着太阳，泡在晨曦的强光里，把整场戏演完。想看到它，你得抢在日出之前的那一小段时间，对着一片被朝霞洗白的天空，在贴着地平线的角度上找2个小的可怜的点，地平线附近的空气还会把它们晃得变形，极难。可也正因为极难，1000年里真正亲眼见过这种画面的人，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而这一次我们至少提前知道了。然而天上还有一件事可能比它更早发生，它没有日期，它可能就在下一秒。现在任何一个晚上，冬天你抬头去找猎户座，那3颗排成一条线的腰带最好认。从腰带往左上角看，有一颗明显发红的星，那是猎户的肩膀，它叫参宿4 Betelgeuse。 你可能会以为它就是一颗普通的亮星，一直挂在那儿，年年如此，你爸小时候看的也是它。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一颗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红超巨星。它有多大？把它搬到太阳现在的位置上，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会被一口全部吞进去，它的边缘会一直伸到木星轨道附近，而它只有1000万岁左右。太阳已经46亿岁了，还在壮年。参宿4之所以老得这么快，是因为它太重，烧得太猛，它的质量大概是太阳的10几倍，燃料几乎烧光了，核心正在一层一层塌下去，氢烧完烧氦，氦烧完烧碳，一层比一层快。等最里面那层铁形成聚变，再也放不出能量，整个核心会在不到1秒钟之内彻底崩溃，然后猛地反弹，然后就是一次超新星爆发。到那时候天上会多出一颗白到发蓝的星，它会亮到白天都能看见，亮到能在夜里的地面上透出清清楚楚的影子，甚至压过半个月亮的光。这个状态会持续好几个星期，然后花上1年多慢慢暗下去，最后猎户座的肩膀会空掉一块，而地上会有一整代人一辈子记得那1年的天空。它危险吗？完全安全。超新星要伤到我们，得在50光年以内才有戏。参宿4离我们600多光年，远远在射程之外，我们能拿到的只是一场免费的史诗级别的表演。最疯狂的是，它可能已经炸了，它的光要跑600多年才能到我们这儿。也就是说，如果它在明朝那会儿就炸开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红星不过是一段还没播完的旧录像，可能是明晚，可能是10万年以后，谁都不知道。然而参宿4炸起来虽然狠，说到底还是一颗星自己的事。有一件事更极端，那是2颗星正在往对方身上摔。2083年前后，夏天的夜空里，天鹅座和天鹰座之间夹着一个很小的星座，叫天剑座，形状像一支细细的剑。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肉眼看过去就是一片空白。可到了那一年，你会看到那片空白里烧起一颗新的星，它会在短短几天里冲进全天最亮的那一档，压过天狼星，甚至可能亮得跟金星有一拼。用了几千年的星座图案会被它硬生生改写。你可能会以为那又是一颗超新星，一颗大恒星临死前的最后一声怒吼，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一颗恒星的死，
而是2颗恒星的正面相撞，它叫天剑座 V 星 V 色 GT。这个系统里有一颗白矮星，还有一颗比它更重的伴星。这个配置本身就很反常，通常是重的那颗先烧完先死，可这里偏偏是轻的那颗先变成了尸体。白矮星正在疯狂地从伴星身上抽等离子体，抽的速度快到整个系统都吃不消，多余的物质会被甩出去，而甩出去的每一刻都会带走一点点轨道能量，所以它们再往下掉，每过1年，2颗星之间的距离就短一点，它们绕着彼此越转越快，越转越近，像水槽里打转的水，一圈一圈往中心线。这个过程已经跑了很久很久，而根据现在的推算，终点大约就落在2083年，上下浮动10来年。到那一天，2颗星之间的距离会归零，白矮星会一头栽进伴星的核心里去。这不仅仅是一次碰撞，而是一次致命的融合。融合会点燃一场规模惊人的热核反应，整个系统在极短的时间里爆发出刺眼的光，把周围的气体全部照亮，然后一路衰减下去。最后剩下的不再是2颗星，而是一颗全新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星。这会是本世纪人类能用肉眼直接看到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宇宙灾难，而且我们提前几十年就拿到了日期。然而最让人服气的往往不是最响的那一场。有一场戏全程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丝火光，它只是把4个东西排成了一条线。2092年3月，你把望远镜对准木星，然后发现木星身边空了，平时那4颗一字排开像穿在一根线上的珠子全都不见了，它们仿佛一起踏进了那个明亮的圆盘里。刚看完2083年那场恒星相撞，你可能会以为这又是一次惊天动地的碰撞，但这一次什么灾难都没有发生，这只是宇宙丢过来的一道几何题，而且答案精确的让人有点发毛。木星最大的4颗卫星叫木卫1、木卫2、木卫3和木卫4，合起来叫伽利略卫星。它们几乎在同一个平面上绕木星转，平时这个平面相对我们是斜的，所以4颗卫星看上去分散在木星两边，一边2颗。可木星绕太阳一圈要将近12年，转着转着，地球就会正好穿过那个平面。这时候我们等于把眼睛贴到了唱片的边缘上，4条轨道叠成了一条线，接下来就是纯粹的排列组合在发威。有的卫星会走到木星圆面的正前方，混进木星的云带里，颜色太接近，直接认不出来；有的会一头钻进木星背后那条巨大的影锥，从画面里凭空蒸发。而最精彩的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动作。木卫3比水星还大，它会把自己的影子稳稳投到木卫2那片冰壳上，从地球看过去，就是一颗卫星把另一颗吞了下去。整个过程只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卫星们一个接一个从阴影里走出来，回到各自的位置上，木星恢复成那副老样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这4颗卫星正是1610年伽利略在自制望远镜里看到的那4个小点，就是它们第一次证明了不是所有东西都绕着地球转。他们把人类从宇宙中心那把椅子上客客气气地请了下来。480多年之后，同样是这4颗会再排一次队，这一次不是为了推翻什么，只是为了好看。事实上，就在此时此刻，在你头顶那片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的黑色里，这些事全都已经在跑了。有些正在缓慢发生，慢到一个人的一辈子都量不出变化；有些正在朝着某个具体的时刻不断逼近，日期写好了，误差按秒计，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会在你还睁着眼睛的时候一件一件兑现。所以那句话是错的，你和你爷爷抬头看到的从来就不是同一片天。星空不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它是一张一直在往下排的节目单，而你手上刚好有一张终身有效的票。它对你的要求低得可笑，不用买设备，不用报课程，不用背任何公式，只要今晚回家的时候在楼下站30秒，把头抬起来。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你正好赶上开场，